终于降息了，美联储刚刚把基准利率呢下调了0.25，这个是2025年第一次降息，而且还暗示今年可能还会再降2次。今天呢，跟大家聊一下，如果说我们只想找个地方放钱，吃点利息的话，长期美债值不值得购买？它有什么优点和风险？或者说我们干脆就买定存就好了，是不是更加省心一点呢？最后我们讨论一下，现在降息之后，那买入长期美债的话，未来会不会越来越值钱？它的 ETF、TLT 呢，会不会跟着一起上涨？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在聊美债值不值得购买之前呢，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。我有个朋友呢是加州的软件工程师，年薪大概15万美元。去年呢，他把他50万美元的存款都存了定期，那还挺安全的。但是年底一算税收之后呢，联邦税加上加州的13%的州税，到手的利息收入直接缩水了将近40%。但是如果说他买的是美债，那州税就可以直接省掉了，每年就能多赚6500美元。这个就是美债的第一个优势，就是可以省税。除了省税之外呢，美债还有一个优势，就是它有全球最强的流动性。全球债券的市场规模是141万亿，那比股市还要大。那就意味着呢，你买卖美债的速度会非常快，几乎是零手续费、零差价，随时可以变现。第三个优势呢，就是它投资期限非常灵活，从4周到30年的时间，就像一个巨大的时间工具。你如果有临时的资金呢，就可以买短期的美债。那如果说你要为退休做规划的话，可以选一些长期美债，甚至于还有抗通胀的债券、零息债券、TIPS 等等等等，都可以选择。当然了，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，美债也是一样的。大家比较关心的呢，第一个呢，就是它会不会违约，毕竟它依靠的是国家信用。那历史上面，美国唯一一次的违约呢，是发生在1971年，尼克松总统取消了美元的金本位制。但是这个更多的是一种规则的改变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违约。那美国呢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到期不还钱的状况，这就是为什么美债还是被称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之一。当然它也不是完全无风险的。第二个更加常见的风险呢，其实就是通胀。那比如说你买了一个4.7%利率的美债，但是呢，通胀如果一下子飙到了9%，就跟2022-23年那时候一样啊，那你实际上的收益呢，其实就是4.7减去9%，那就最后就只剩下负的4.3了。这就变成了，虽然说银行账户的钱是在增长的，但是实际上的购买率呢是在逐步的缩水。那有些人可能会说，这个时候如果通胀的话，即便我不买美债，我的钱还是会贬值嘛？确实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说在通胀环境下，我们反而去用一些其他的投资方式，比如说你去买资产，或者说是买抗通胀的债券，都是可以抵消通胀影响的。第三个风险呢，是和美元挂钩的，它如果汇率波动的话，对你的投资还是会有影响。美元指数现在已经跌破100了，目前是在96这个位置，近期历史上最低点是在2008年，也就是金融危机的时候跌到了70。那如果说美元继续往下贬值的话呢，即便说我们美债本身是在赚钱，但是如果换成其他的货币，可能还是亏损的。最后一个风险呢，是它的价格波动，特别是对于长期美债。我们可以参考 TLT， 也就是长期美债 ETF 的表现啊。最近的这次呢，它是从最高点然后往下跌，一共的跌幅有50%。但是在18年到20年这段时间呢，它的涨幅有65%，所以说它的价格波动还是蛮大的。这边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，就你如果手上的美债是持有到期的话呢，它的本金是100%都会还给你的，利息也会按照约定每半年付你一次。但是如果说你中途如果要卖出的话呢，你就得接受价格上的波动，那就可能会有赚有赔了。聊完了美债的优缺点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和定存比较一下，看一下，同样的情况下是买美债好呢，还是买定存更加好一些？第一个区别呢，就是税收上的不同。美债呢可以省州税，定存的话，联邦税和州税你就得交。那对于高税收地区的朋友们来说，这个就能省不少钱了。当然，如果你在德州或者是佛罗里达这些没有州税的地区，那两者就差不多。
第二个不同就在它灵活性上，美债如果你不持有到期的话，你可以随时在市场上卖出去，当然价格要随着当时的市场价，也就是有赚有赔，但是中间呢没有什么手续费。定存的话没有说提前卖出这个说法，如果说你要提前取钱的话呢，会有罚金的，那差不多是你几个月的利息。第三个是安全性上的不同，不过这个呢，我们要从时间的纬度上面来区分。如果说是2年之内的话呢，其实美债跟定存都非常安全。定存的话，它有 FDIC 保险；美债的话，它有美国的政府信用担保，短期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10年的话呢，那你持有到期，不管是美债还是定存，它们的票面价值都是没有任何损失的，也就是说本金是保本的。但是呢，中间我们肯定会经历说通胀，或者说利率上的波动，甚至于汇率上的波动。如果说你存一个国家的货币的话，不管是债务还是定存，它都是会遇到同样的风险。但是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到10年以上的话呢，定存的产品基本上就没有了，这个时候美债就是唯一的选择了。但是同样你面对的风险也会增加，就是之前说到通胀啊，甚至于美元的货币波动，都是一些长期的风险。所以对于短期的资金而言呢，美债会比定存更加划算一点。那如果说你要放钱的时间更长一点，比如说20年或者30年的话呢，那也就只有美债可以选了。但是呢，同时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它还是存在一些风险的。或者呢，我们就照巴菲特的方法啊，不管收益怎么样，但求安全，你就可以买短期的美债，然后让它不停的滚动。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有任何的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及时采取行动，然后进行换仓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，就是现在降息了，长期美债会不会变得更加值钱一些呢？那如果我们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上面来说啊，那降息呢可以让新的债券的收益率下降，那之前的老债券呢就相对于更值钱了，所以说债券的价格就会上涨。比如说我在降息之前买了一笔20年的美债，当时的收益率呢是 4.875， 现在降息了 0.25%， 那降息之后呢20年期的美债利率就变成 4.625 了。那这样子的情况下，我原来这个老的债券4.875的债券，就因为它的收益率更高，所以说它的价格呢就会上涨。如果说我还持有这个老的债券的话呢，我就可以享受更加高的利息的收益。那如果我要卖出去的话呢，也会因为价格的上涨而获利。目前长期美债 ETF TLT 的久期呢是在 16.43， 久期呢就是利率的敏感度，意思就是呢，如果说利率下降个 1%， TLT 的价格理论上就能上涨 16.43%。听上去挺美妙的是吧？但是现实呢还是挺骨感的。在9月17号降息之前呢，20年期和30年期美债的拍卖价格分别是 4.875% 和 4.75%。今天是9月19日，降息了2天之后，那20年期美债的二手市场价格呢是 4.71%， 30年期的是 4.75%。放在一起对比一下的话，就发觉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完全没有变化，20年期的美债呢，它的下降幅度也没有达到 0.25。这中间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基准利率虽然说是会影响债券的收益率，但是更多的影响的是短期的。长期债券来说的话，它除了基准利率的因素之外，它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。目前大家对于经济的前景呢，普遍都不是特别看好，不光是美国，全世界的 GDP 预测呢都是在下降的。那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悲观前景呢，所以说很多投资者宁愿说持有现金，也不要锁个20年或者30年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美国现在发的债实在是太多了啊，那很多海外的央行呢就在持续的减持美债，或者说是减持长期美债而去购买短期美债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长期美债就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。那目前呢，美元又是走下降的趋势，美元指数跌破100之后呢，投资人对于美元资产的兴趣呢也是在逐步下降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短期的市场情绪，对于债市来说呢，有 sell into news 的因素在这边。那同时呢，降息是利好股市的，那最近美股又涨得特别好，很多资金呢就从债市流到了股市那边。
那 TLT 还有没有机会呢？ TLT 在这波下跌之后呢，在底部已经震荡了蛮长时间了，特别是在82这边出现了3重底的一个支撑。那最近因为降息预期呢，它有一波小幅的上涨，但是上面还有200天这个压力位，要不呢你可以就是等它回落在85附近的时候开始逐步建仓，只要没有跌破82，那它的趋势就没有坏掉。最后总结一下如果说你的钱就想放在那边吃个利息的话呢，那短期美债会比定存更加划算一点，特别对于高税收地区的朋友们来说更加好。那如果说想要在降息周期赚点差价的话呢，那长期美债和 TLT 确实是有机会的，但是它的波动也是非常大，不比美股差所以如果要操作的话，要注意好它的支撑位跟压力位，万一跌破支撑位的话，还是要及时的止损。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呢对你有一些帮助，喜欢的话可以给我点个赞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